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纽森下周将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态欢迎，希望此访取得积极成果，促进加州对华交流与合作。此外，中美1.5轨对话19号举行，中美多层次对话逐步恢复，有助于中美探寻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而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也将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正能量。据新华社报道，10月19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以视频方式共同主办中美1.5轨对话，双方围绕加强沟通合作、管控矛盾分歧，共同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1.5轨对话又称1轨半对话，主要是相对民间的2轨对话而言，指的是由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共同参与的，以讨论政策为主要目的的对话。参加的政府官员都以私人身份与会，不代表官方立场。纯官方的1轨对话往往比较正式，令参与的官员难以畅所欲言；而非官方的2轨对话，主要由并不参与政治决策的学者进行，有针对性不强，难以有效影响决策的弊病。1.5轨对话正是为了克服这些不足应运而生的。目前中美关系呢，出现了比较多的变化啊，但是呢，总体的紧张氛围依然存在。这个会议啊，明确地展示出来中方在中美关系中间极端负责任的基本的态度。亚洲协会，是一个半民间的一个智库了，那么它与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交流，客观上也有助于帮助美国社会以及美国的官方更好地了解中方在对美政策的意图和实际的这种政策推进的这样的一种过程。中美如何找到正确相处之道，也是1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一场对话会的主题。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主编赵穗生在会上表示，最终决定世界未来的是中美关系。世界未来的格局是和平发展，还是战争，亦或是更多危机？这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解决矛盾，找到和平共处之道。中美之间完全有可能找到和平相处之道，就是意识形态也好，地缘政治也好，在某方面要放开来。我们要致力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希拉里做国务卿的说一句话，我就很同意。像中美合作不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中美关系企稳的另一迹象是地方交流的恢复。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将于下周访问中国，讨论议题包括推进气候合作、促进双边经济发展和旅游、鼓励文化交流等。声明称，在为期1周的访华行程中，纽森将到访包括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以及江苏这些中国省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号表示，中方欢迎纽森州长率团访华，希望此访取得积极成果，促进加利福尼亚州对华交流与合作。我们一向鼓励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支持两国地方扩大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正能量。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月将在加州旧金山举行，而纽森向来是对华比较友好的美国民主党籍地方官员。加州也是美国华人人口最高的州之一，超过30%的美国华人移民住在加州。纽森2005年以来已至少访华3次。纽森的声明还特别指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两国伙伴关系对于我们的社区和其他地区采取气候行动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称，预计纽森此行将同广东省方面就气候问题签署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他还将会见中国的地方官员，讨论电动汽车和公共交通的转型议题。此外，纽森还将在北京签署更多旨在推进双方气候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路透社的报道提到，加州在维系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时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退出巴黎协定，气候谈判几乎终止，但加州领导人当时继续与中方人员会面，并于2019年成立加州中国气候研究院，以开展涉及气候政策和解决方案的联合研究工作。去年，中国生态环境部还与加州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据报道，纽森访华行程也与白宫进行了协调。对于纽森此访的意义，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这次访问对于未来美国总统潜在的竞争者的纽森来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纽森有机会与中方达成协议，巩固加州作为绿色能源经济全球领先者的声誉。在政治层面上，纽森可以加强他的外交政策履历。加州州长这次访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也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这对随后美国其他州在对华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交往和处理中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启发。随后一些州的州长，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华进行访问，来探讨双方合作之道，从而使得中美合作的这样的一种基础能够扎根到州、地方和民间，从而使双方关系更为行稳致远一些。中美近期重启高层交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拜登政府高层官员先后访华。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近日率领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访华，先后访问了上海、北京。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学者观点分析认为，这显示中美上至行政部门、下至地方级别的接触都在逐步恢复。新华社的评论也认为，就目前的中美关系而言，这种来往、对话和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为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好起来注入积极因素。多走走，多看看，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多对话，多交流，有助于积累共识，减少误读误判。不过，评论也提醒，中美关系走到如今的地步，非一日之寒，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和改善也非一日之功。需要积极地从一件件具体事情做起，不断积蓄相向而行的动力和势能，增进相互了解与互信，就是非常必要且值得做的一件事。双方要达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关系的话，离不开彼此之间各领域、各部门人员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密切沟通交流，而这种交流客观上对筑牢中美双方关系稳定的基石帮助是比较大的。19号，美国国防部发布了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五角大楼这份年度报告一贯以渲染威胁、营造对抗而充斥着对华的偏见和抹黑。今年的报告更是特别提升了对中国核武力量的琢磨比重，并继续恶意炒作中方军机对美方的拦截。对此，中国国防部、外交部均予以严正驳斥。长达212页的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在序言部分就直言，中国及其日益强大的军队为国防部的首要挑战。报告用6大章节极力渲染所谓解放军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解放军的能力及力量投送等内容，并在附录部分加入台湾军力数据及解放军2022年双多边演习的内容。据悉，这份报告一共花了五角大楼17万8千美元，但外界指该报告充满了水分，真实可信的内容少之又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美方的这份报告和此前类似报告一样，罔顾事实，充满偏见，散布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了自己维持军事霸权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国防建设，停止年复一年地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报告，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中国发展国防的这个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本身的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海上权益，是为了地区的和平、世界的和平。但是美国在他的这个军力报告评估中呢，却把我们国防实力或者国防力量的增加呢，看作是一种挑衅性的，是一种侵略性的，完全是戴着有色眼镜，完全是双标的。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将中方军机对美方抵近侦察的依法依规驱离操作污蔑为在印太地区采取了更加危险、胁迫和挑衅的行动，并妄称解放军对美国盟友和伙伴实施所谓胁迫性和危险的作战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这份报告出炉前，美国防部特意召开记者会进行渲染铺垫，邀请美国防部负责印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以及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到场参加，以所谓解密的方式展示了15段中国军机拦截美方军机的视频。美方声称，这些影像资料均是拍摄于美军所谓合法空中行动期间，其中记录了包括解放军军机所谓高速接近或过于接近、释放红外干扰弹等物体及其他危险行为等。Specifically, since the fall of 2021, we have seen more than 180 such incidents, more in the past 2 years than in the decade before that.That's nearly 200 cases where PLA operators have performed reckless maneuvers or discharged chaff or shot off flares or approached too rapidly or too close to U.S. aircraft. 观察指，美方此举纯属贼喊捉贼。首先，从美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来看，事件大多发生在中国周边海空域，而其公布的近200起这一数字，同时暴露出美国近2年对中国东海、南海、台海等方向进行抵近侦察，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其次，美方的指责也完全站不住脚。美方资料展示的中方战机驱离动作均合理合规，包括依序采取的切入对方航线、亮出机载武器、在对方机前飞行、释放红外干扰弹或箔条弹或夜光弹等。此外，美方还断章取义，只选取于其有利的片段，不放出完整过程，包括中方战机采取行动前定会使用的喊话警告。美国飞，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U.S.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PLA Air Force.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a's territorial. Please revers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intercepted.对于解放军军机合理合规的动作，美方仍倒打一耙。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妄称，上述危险事件可能引发事故，导致误判。And those accidents could lead to miscalculation. We must prevent these from happening in the theater.专家称，所谓误判完全是美方的一面之词。从视频来看，美军在中国周边进行侦察的机型主要是美海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EP-3电子侦察机和美空军的 RC-135系列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往往从驻日美军基地起飞，经过东海飞往南海方向，执行情报搜集、侦察滋扰等任务。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8号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被问及此事时回应称，中国采取的都是必要措施，美国应停止散布虚假信息。美国军队的舰船和飞机对中国进行频繁的抵近侦察，仅去年就在南海进行了657次，希望有关国家不要采取冒险和挑衅行动，停止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及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20号晚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也严正回应指出，2023年以来，美军侦察机就有2000余架次抵近活动，每舰2艘次冲闯我西沙领海，5艘次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蓄意对华、恃强挑衅，极易发生危险接触，推高地区紧张局势。中方对非法侵闯管辖海空域、干扰正常演训活动的外军舰机，依法依规采取查证识别、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等安全专业管控措施，对那些挑衅在先、具有敌意性质的行为，被迫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这样做。事实胜于雄辩，美方才是真正的挑衅者、冒险者、搅局者。中方敦促美方停止以虚假叙事误导国际舆论，停止对华抵近侦察，严格管控和约束一线兵力活动，停止任何挑衅行动，避免造成误解误判，防止发生海空意外事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就像有的人在别人的家门口，从别人的窗户门口向人家里边的反复的窥探、偷看别人拉上窗帘或者关上门或者是出门问一声这反倒就是威胁了偷窥者的安全。美国的这种说法呢是倒打一耙就是抹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公布解放军军机所谓危险拦截视频前，加拿大就炒作中国军机危险拦截加军机，美方举动陷入有为盟友行为背书之嫌。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16号声称，一架加武装部队侦察机在中国附近国际空域帮联合国执行任务时遭中方军机拦截，他无端指责中方行为不安全、不专业。加拿大方面还发布了我机跟踪加拿大军机的视频。加媒炒作称，中国战机在国际水域跟随加拿大侦察机数小时，其中一架中国飞机距离加拿大飞机不到5米。This Chinese fighter jet intercepting this Canadian Armed Forces Aurora plane is within a few meters of the加拿大环球新闻还援引加空军军官的说法报道称，机组人员说，对方的大部分动作是合规的，但是其中一架在加拿大军机前后近距离飞行，并在其侧方、前方数次发射干扰弹。值得一提的是，记者询问这是否是挑衅的拦截，加拿大机组人员认为中国战机没有摇摆机翼，因此是可控的，并认为是3级情况。We're flying off their coas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intercept us, but we'd like it to be at all times safe and professional. 对于加方说法，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18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加拿大空军一架 CP-140型机多次侵入中国赤尾屿领空，并抵近我华东沿海，进入台湾海峡侦察滋扰。中国空军依据中国法律和有关国际规则，对其实施查证识别、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等管控措施，处置行动完全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加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极易造成误解误判，性质恶劣，十分危险。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正告加方谨言慎行，严控一线部队行动，立即停止任何挑衅行为，切实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针对美国及其盟友近期的发布涉华军力报告以及公布相关视频的做法，有分析指，美方日前宣称已接受邀请，将参加本月底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方有望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而美方的一贯操作就是在对话前先进行议题设置，强硬施压，为对话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局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就五角大楼发布最新版军力报告，炒作中国军事威胁。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发布目标对手国的军力评估报告，这呢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常规作业。那么今年最新版的中国军力报告被美西方媒体引述最多的就是这2个所谓发现中国核弹头数超预期的上升，目前呢已经超过500枚。2030年将会再翻一番到1000枚。中国远程导弹库正在加速扩张，中方正在评估研判利用远程洲际导弹加装常规弹头的可能性，它的射程覆盖美国本土。一言以蔽之，报告呢就是要炒作中国的核军力威胁，核弹头加常规弹头加上所谓的攻击载具是它的炒作配方。今天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时就尖锐反击，最新的报告和此前类似的报告一样，罔顾事实，充满偏见，刻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在为维持美方的军事霸权在寻找借口。那么也正如路透社今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所指出的，即使依据五角大楼的报告数据，那么中方核武库的规模也远小于俄美两国。路透社就援引美国科学家联盟的数据称，美方现在拥有3700枚核弹头，这其中1419枚战略核弹头处于战备部署状态，而俄方呢拥有4489枚核弹头，这其中1550枚处于战备部署状态，也就是说500枚的这个规模不到美方的零头。同样应该留意美方此时大肆渲染炒作
中国所谓核弹头威胁的一个背景。就在报告出炉的前一天，美国媒体都在关注这条新闻：普京在访华期间穿行人民大会堂，媒体罕有地拍到了他身后2名海军军官提箱包随行的这个场景。这其中一个大号的手提箱被普遍猜测是俄罗斯的所谓核攻击的密码箱，加上有俄罗斯官方媒体对此回应说，不带上某些个手提箱，普京的出访就不完整。那么这让美国媒体的观察猜测更加狂热。而在同一天，负责库存核武监管的这个美国能源部就官宣，在俄罗斯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当天，美方在内华达的核试验场进行了所谓的高爆试验。彭博社据此刊出的分析报道，标题是 U.S. nuclear test raises concerns of new arms race with Russia。美方的核试验引发美俄新核武竞赛的关切。彭博社就警告，一旦美俄这2个核大国掀起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势必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我认为五角大楼它不回应彭博社的这一重大关切，反倒操心起中方的核武库，而且呢，数据与事实不清不楚，美方的虚伪与双标啊，可以说这一次又在向全世界展露无遗。美国总统拜登周4晚发表电视讲话，为周5向国会递交的紧急军援追加预算案造势，但有美媒爆料，其中也可能涉及对台军援。那您对此怎么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很敏锐的一个观察，因为呢，美西方媒体现在的关注点都落在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这个军援申请上。但是啊，要评估这场15分钟电视讲话的利害关系，必须呢先要了解相关的背景。拜登讲话的当天清晨刚刚结束对以色列的闪电访问，回到华盛顿，他也不忘在讲话中强调自己作为美国总统再度从战区归来的这个事实。他甚至自吹是林肯之后从非美国的控制战区访问归来的第2位美国总统。那么这当然是要营造烘托危机讲话的一个氛围。那么所谓白宫椭圆办公室讲话，按照华盛顿权力运行的潜规则，那么这是美国总统他可以调度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声平台。那么它的分量和关注度可能仅次于1年1度的国情咨文讲话。一般呢会选在晚间的电视黄金时段，主流电视台都会中断节目来跟进直播，所以呢，这也是最直接、最广泛触达美国老百姓的一个沟通方式。别忘了，大选年还有1个多月就将开启，80岁的拜登现在还想着连任呢。那么此时以3军总司令的身份向美国公众喊话，你说拜登他心里不想着选票，那是不可能的。美西方媒体报道拜登的电视讲话，标题都在强调说是要寻求加码对以色列以及乌克兰的军援。那么这也是要回应美方到底能不能同时军援欧洲以及中东2场战争的这个怀疑。就在周一，美国财长耶伦他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就声称，美国有能力支持以色列的军事需求，我们也能够而且必须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斗争。那么在昨天的电视讲话中，拜登呢将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这2个国家描述为制度与价值观之战，描述为反恐之战，也是美国人的安全之战。拜登就声称，紧急预算是保障几代美国人安全的聪明投资，是所谓的 a smart investment。但是呢，正如《纽约时报》今天报道分析的，在美国今年公共财赤逼近2万亿美元，政府关门危机随时可能会重演，而且呢，高通胀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控制的这个背景之下，拜登递交的追加预算能否闯关国会山，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的。那么更何况，众议院群龙无首，选不出众议长也已经持续2周多的时间了。那么关键问题就来了，白宫今天向国会递交的追加预算案，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竟然还在强推所谓的军援台湾的这个事项，美方想干什么？这无疑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我认为，对美方强推以色列与乌克兰2国军援的媒体喧嚣，绝不能遮蔽对试射中方核心利益的合理的关切。那么，白宫执念所谓对台军援意味着什么？对于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有何影响呢？
我看了拜登的讲话全文，并没有提到中国台湾，其中仅一处提及印太。他的表述如下：如果任由俄罗斯抹掉乌克兰的国家独立，那么世界各地的未来入侵者将会起而效仿，风险与混乱将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印太、中东，尤其是中东。但是呢，美联社引述至少3个匿名政府信源就声称说，紧急预算的规模达到1050亿美元，其中600亿美元投向乌克兰，140亿美元军援以色列，那么140亿美元用于美墨边境的管理以及打击芬太尼的化学品走私等等，另有呢70亿美元投向印太地区，这其中包括对中国台湾的军援。那么70亿美元相比预算的总盘子，它固然不大，而且呢，这其中有多少会流往中国台湾也是未知数。但是呢，事态的严重性就在于，不管具体的军援数字是多少，一旦这个申请获批，美方又将开创另一个危险先例。那么，台湾地区将会首度通过所谓的对外军事援助系统获得美方的军备。请注意，拜登讲话就声称，希望国会以单一法条的形式来打包通过一系列军援以及相关的预算。所以呢，必须要再度警醒。不能被美方强推军援以色列与乌克兰这2国的媒体喧嚣所干扰，必须要坚守对试射中方最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关切与坚决的维护，必须要再次正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得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事实上呢，昨天美联社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已经在就此发出警告，拜登在他的紧急预算申请中包括对印太地区的军援拨款，那么有引发另一场所谓潜在国际冲突的可能性 ，the potential for anoth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那么，在美国大选年行将揭幕之际，美国政坛的强硬制华秀、强打台湾牌一定是少不了的，甚至会有愈演愈烈之势。就在1周前，国会山一个跨党派的委员会推出报告，鼓吹美国要准备同时打赢对华、对俄2场战争。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叫扎鲁宾，他15号就在社交媒体发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视频回应，胡扯。普京在视频中就笑称说，不正常的人才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想法，那么这是想吓唬人的胡扯。但是呢，可以预料，那么和美国的大选周期同步，华盛顿又将会进入到危险的所谓对华胡扯时。在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后，当地时间19号晚，美国总统拜登罕见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电视演说。他宣布将向国会提出紧急预算申请，向以色列与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将批评的矛头同时指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马斯。美国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演说，被认为是庄重严肃的象征。这份15分钟的充满意识形态对抗的演说，到底是在安抚情绪，还是在激化局势？来看报道。Hamas and Putin represent different threats, but they share this in common. They both want to completely annihilate a neighboring democracy, completely annihilate it. 拜登在演说中强烈谴责了哈马斯，并指美国将进一步支持以色列。他将向国会提出紧急拨款申请，预计拨款数额明年将达到约1000亿美元。申请将于当地时间20号公布具体细则，内容预计包括为乌克兰、以色列等提供资金。We're going to make sure Iron Dome continues to guard the skies over Israel.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other hostile actors in the region know that Israel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prevent this conflict from spreading. 拜登在演讲中重申，美国支持用2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但批评人士认为，美国一直在空喊口号，并没有就2国方案的具体实施给出任何细节。As I said in Israel, as hard as it is, we cannot give up on peace. We cannot give up on a two-state solution. Israel and Palestinians equally deserve to live in safety, dignity, and peace.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选择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演说并不常见。美联社指，这是美国总统发挥影响最著名的方式之一，目的是在危机时刻凝聚全国的注意力。例如，在美国遭遇911袭击的当天晚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全国电视演讲。而在拜登任内，他直到今年6月2号债务上限危机期间才首次使用此方式与美国公众沟通。美国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曾指出，椭圆形办公室代表着美国权力的中心。当总统决定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演讲时，演讲的基调就已经确定。拜登此次演说也被认为是向美国民众以及美国政坛一些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并进一步声援以色列的势力发出信号。白宫官员透露，拜登在演说前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强调美国仍致力于支持基辅。不过，拜登特意安排的电视讲话也招来了批评声音。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多名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称其利用以色列作为政治掩护。有议员称，拜登将乌克兰局势和巴以冲突联系在一起，十分具有冒犯性。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本月的一份民调显示，高达60%的美国民众并不认可拜登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媒认为，拜登此番演讲也旨在说服公众，扭转他们对美国进一步涉足巴以冲突的看法。此外，拜登画下的大饼能否实现也备受质疑。美国政坛目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一方面，美国会众议院仍处于混乱之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对新任众议长人选无法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国会内部对于是否将进一步支持乌克兰也有各种不同声音。保守派共和党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拜登此前提出的一些援助请求也在预算法案中被删除。事实上，泽连斯基的担忧或许已经成真了。19号，美国轴线新闻网引述3名了解相关情况的官员爆料称，美国国防部计划向以色列提供数万发原本要供给给乌克兰的155毫米口径炮弹。从2023年开始，美国开始抽调存放在以色列的炮弹援助乌克兰。时任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和国防部长甘茨曾表示，以色列暂时不需要美国紧急提供炮弹，但随着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以色列官员也证实，向美国要求获得数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以补充以色列消耗的应急储备。美国政府已经初步同意在未来几周内向以色列提供这些炮弹。美国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引发担忧，美国到底能否同时介入以色列和乌克兰2个战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实际上，美国介入2场战争，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那么从意愿上来讲的话，美国本身是不希望能够同时被2场战争所牵涉。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国内对于美国长期的大规模的支持乌克兰，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声音。那么美国在中东方面来讲的话，更是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那么美国始终采取的是一种战略收缩的这样的态势。那么从它的能力上来讲的话，美国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重心已经是对中国的围堵，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因此的话，美国不希望其他事件来去占据它更多的精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拜登在白宫就巴以新一轮冲突以及俄乌局势问题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呢？其实，自从哈马斯与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外界一直有一种阴谋论，说站在哈马斯背后为其撑腰的是伊朗，而站在伊朗背后这是俄罗斯。这样一种阴谋论的危险之处就在于，有人企图将俄乌冲突与巴以局势搅和在一起，以达到既搅乱地区局势又搅乱全球秩序，让美国首尾难以兼顾的这样一个目的。按理来说，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拜登应该非常警惕这样一种阴谋论，并且小心翼翼地把二者给分开，以免让这2场乱局进一步复杂化与扩大化。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拜登还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仅明确把俄乌冲突与巴以局势相提并论，而且将哈马斯与俄罗斯摆在了一起指责，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
拜登甚至公开表示，我们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就像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一样。美国能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明眼人都知道，这样一种说法非常具有挑衅性，它等于是在暗示美国可以同时介入并打赢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2场战争。除此之外，拜登这番讲话还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突兀的地方，那就是他认为虽然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构成了不同的威胁，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想彻底摧毁民主的邻国。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说法是把这2场冲突全部意识形态化了。而在事实上，根据俄罗斯的说法，俄乌冲突是因为其对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以及对北约东扩的本能反应而发生的。巴以冲突争夺的这是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两者都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没有什么关联。然而拜登硬是把他们都上纲上线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或者说上升到了新冷战的高度。那您认为拜登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假如只了解了拜登的这个说法，很多人呢都会认为拜登是不是老糊涂了。但是假如你了解了拜登接下来的说法，你就会认为拜登还真的是老谋深算。因为在接下来的讲话中，拜登终于图穷匕现，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那就是要以打包的方式为以色列和乌克兰向国会申请一笔高达上千亿美元的紧急预算，其中对乌克兰援助多达600多亿美元，而对以色列的援助是140亿美元，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开支。而在拜登看来，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视为同样的威胁，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是有助于以打包的方式通过这2笔拨款法案的。为什么要将对乌克兰的援助跟对以色列的援助打包起来申请？因为拜登及其所在的民主党是倾向于支持乌克兰的，而共和党则是倾向于支持以色列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拜登单独向国会提出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肯定会被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给挡下来。于是拜登就决定将援乌和援以2个法案打包起来了，这样就等于是把难题丢给了共和党。你们不是想援助以色列吗？那就连对乌克兰的援助一块通过了。假如你要否定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援助以色列的钱也就别想了。也就是说，拜登是在明修支持以色列的正道，暗度军援乌克兰的陈仓。不过我认为这一看似聪明的做法背后实际上透露出了拜登内心深处的2个真实想法。其一是，在拜登看来，美国花大价钱支援乌克兰，打败甚至是拖垮俄罗斯，其战略价值要远远超过支持以色列灭掉哈马斯，因为后者的战略价值仅限于支持以色列与稳定中东局势，而前者的战略价值这是全球性的，它可以让俄罗斯从此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用拜登的话来说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将为美国几代人的安全带来红利。其二是，它反映出拜登对于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有些不太自信了，尤其是巴以新一轮冲突的发生，是有利于长期以来亲以色列的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到时候美国国内的犹太财团将会更多的资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一旦自己与民主党在接下来的选战中失利，拜登就只能在选前将对乌克兰的巨额援助交给国会表决了，而且是打包提交给国会的。